好，我是 C 姐。那这次改造的委托人呢是男屋主小翔，他和妻子戴戴结婚的时候住的是父母的老房子，那房子后面有可能会旧改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好好装修。戴戴呢是位老师，经常要在家备课。我呢，因为是笔记本电脑，所以我平时在家里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够工作。而戴戴呢，他有很多的书，然后他又是台式电脑，他平时是在我们房间的小桌子上工作的。这一次的改造招募，我没有告诉他，是我自己偷偷报名的，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想为他打造一个专属的工作区域，然后能够让他有个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吧。最好还能弄一个那种观影空间，平时可以在里边打打游戏、看看电影什么的。我们决定来帮小翔准备这个惊喜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卧室呢，大概有13个平方，还算是比较大的。我将它分成了4个区域，分别是工作区、睡眠区、休闲区和衣物收纳区。小翔说，戴戴一直不喜欢这个灰色的墙，觉得很压抑。那我这次呢，打算帮他们刷成一个浅浅的奶油色，这样平时空间看起来呢，也会非常的敞亮。因为戴戴有很多的书，又需要用台式电脑工作，常规的书桌呢，如果想要台面面积比较大呢，就会比较占空间。刚好这个房子这一边呢有半堵墙，所以我决定帮他打造一个半包围的书桌，最大程度的利用好空间，同时半包围的空间也可以让他更加的专注。靠墙是一个8格的开放格，可以将文件书放到里面。靠窗这边呢放置一个宜家的书桌。因为书桌的角可以调整，所以可以将两者调到一样的高度。小翔说他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惊喜来，虽然我有点手残。那我就让他负责 DIY 一个滑轮桌啦。来，就这样。对，你拿个尺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子不就有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就这里4公分，这边也是4公分，然后就把那个框框出来，这样了，好。OK。来吧，你来吧，我在旁边看着。来看一下休闲区还有哪些宝贝吧。原本呢，这个房子是有一个2格的开放柜，放在床边作为床头柜使用的。可是我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可以放杂志、可以收纳、还可以营造空间氛围的一个多功能杂志柜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超手巧的设计师太室友爸来手把手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念小书的太旭，今天教大家改造一个小柜子，跟我来一起动动手吧。我在某宝定制了亚克力板，16块一张，在上面贴上长虹玻璃纹路贴纸。一块玻璃还不够，需要给它加个框才耐用好看。再加个隐形拉手，用双面胶定位粘合，再用502进行加固。这么好看的柜子，要搭配极简的触摸开关才是最好的。其实看似很贵的触摸开关配件才25块钱一个，用电工胶布将灯条对应的灵活线挤好后，电路部分就也完成啦。按照开关的大小打个孔，将开关塞进去。优雅。接下来安装门板，一对 Z 型角马，一对水晶图钉，一对滑轨，就可以 DIY 出上开门板的效果。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呀！客厅原本有一个这样的穿鞋凳，已经旧了，屋主是想换掉的，但是我把它拿过来，重新给它加一件衣服，又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休闲沙发椅了。再把我们 DIY 的轨道桌拉过来，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休闲区。工作累了，可以到休闲区坐一下，看看杂志。吃宵夜的时候也不用特地跑到餐厅，2个人可以在这边边刷剧边吃零食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
屋主希望可以沿用这个旧衣柜，但是呢，空间不太够，之前都是用收纳箱收着，拿取很不方便，所以我额外增加了一个4层的抽屉斗柜，可以把 T 恤、内衣这些可以叠放的衣物存在这里。柜面呢还可以放护肤品。把房子布置一下，屋主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了哦！好吧，好吧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，小心。3、2、1。这是我们之前那个房间吗？对啊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来，请上您的宝座。哦，这个体验一下凳子还挺舒服的。你猜猜哪些是我做的？不会是这个灯吧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桌子？接近了。这个吗？是啊，就是它。哦，这个还可以这样子拉出来。对，还可以拉出来的。因为你之前的那个桌子很小，上面又有你的台式机，还要改卷子，还有很多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我就重新帮你做了一个这样 L 型的书桌。它其实是用一个这样的8格的开放柜，再加上一个1米长的这个书桌组成的。那实际上它的宽度就去到了将近1.4米。但是下面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买一些单独的这个收纳柜，因为它本身就有这样的收纳柜了。所以呢，你的书通通可以塞进去，而且又有很大的桌面，而且不止哦。这个是小翔亲手为你做的一个桌子，那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像我们平时因为你经常用电脑嘛，其实眼睛对着屏幕会疲劳，我们可以把键盘呢放在这一边，这样你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舒适度去调整，这样子离屏幕的距离呢就会比我们原本用这个书桌要离得更远一些，这样你的眼睛就会没有那么的辛苦。然后有的时候中间休息，你就可以把你的零食啊或者宵夜啊放在这个上面。